凤晴，我知道你的伤不碍事的，你只是失血略多一点，住了几天院，好的七七八八了。明明你没有什么大事，你还不肯原谅你哥哥们，非要送他们进去才甘心是吧？那是你的亲哥哥呀，他们都是你一母同胞的亲哥哥。要不是你做的太过分，你哥哥们也不会那样对你。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。凤晴，我告诉你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，跟你妈一样心狠手辣。这样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，看看你妈有什么好下场。他风光了一生，那又如何？最后还不是身败名裂，被他的仇家逼死。大家都来看看呀，我生了个不孝女，不养我这个亲生父亲就算了，还要害死他的3个哥哥，不是5个哥哥，3个亲生的，2个是养哥哥。我咋这么命苦，生了个不孝女，非要对自己的亲哥哥赶尽杀绝。我告诉你们，我这个孝女就是凤氏集团的凤总凤晴，凤家的大小姐。郑华被凤晴的保镖挡在病房外面，进不去。他就在病房门口大吵大闹，大声嚷嚷，故意引来大家的围观。可惜的是，这样的戏码他用的太多次，每天都要上演几次，直到医生们受不了，叫来医院的保安将他架走，他才会消停。大家看多了这样的戏码，已经没有了好奇心。凤家大小姐遭到5个哥哥的绑架伤害，他这一次再也不念亲情，报了警，将5个哥哥都送了进去。奇葩的是，他那个亲爸居然觉得他没有死，就不该追究下去，要他原谅哥哥们，让哥哥们可以轻判。他不原谅，亲爸以及养母就天天跑到医院来吵闹，存心不让他休息好。他受伤住院，据说被送到医院那晚冻得都快死了，手臂也被砍了一刀，身上还有很多淤青，是被他那些哥哥对他拳打脚踢留下的暗伤。总之，他的哥哥伤害他时是往死里整，那个时候哥哥们都不念手足情，不顾一母同胞之情。现在凭什么要求他要念一母同胞之情？这个瓜江城的人吃了几天后就失去了兴趣，大家是完全站在凤晴这一边的。凤晴是凤家的亲生女儿，但由于出生后就被管家调换了，她去了管家的老家里生活，从小到大都遭受到养父母一家人的欺凌虐待。她如坚强的小草，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中长大，而管家的亲生女儿在凤家享受着千金小姐的生活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就是知道2个女孩子被互换了人生，凤晴回到凤家，那个养女都没有离开凤家，依旧留在凤家当2小姐。后续发生了很多事，但都是养女作死，最后真的将自己作死了。而真千金回到亲生父母身边，亲爸以及亲哥哥对她都不好。前任凤家主对凤晴这个亲生女儿最初也不好，后面才慢慢好起。凤家的这个大瓜吃瓜观众是一直吃到现在。清楚个中原因，他们打心底同情凤晴。对于郑华这个当爸的，他说什么嚷嚷什么都当他是狗吠。就是跟凤晴住在同一楼层的病人以及家属们，在吃了几天瓜后，大多数都是指责郑华的，只有少部分人站在道德的高处，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口吻对凤晴说教。凤晴都不想搭理那些道德绑架者，方瑶会帮他处理好，他只需要安安静静的养好身体就行。大小姐，我出去赶他走，天天过来吵吵闹闹，翻来覆去就是那些话，他说的不累，我听得耳朵都起茧了。方瑶将削了皮的苹果递给凤晴，起身就要出去轰走郑华，让他嚷嚷吧，嚷嚷几句，他能将心里的怒火及不甘发泄出来，对他身体有好处，要是一直憋着气，伤身，容易出事。凤晴边啃着苹果边说道，我都不在乎他怎么骂我，大家吃瓜也吃了个遍，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我又不会少块肉，但我要让我爸活着，活得好好的，活到80、90岁，甚至长命100岁，然后看着我生活很幸福。就算不接管凤氏集团，以后我也能活得风风光光的。他有自己的事业，方瑶能力就不用说了。等他伤好出院了，他决定就和方瑶去领结婚证。他们是夫妻了，
等到海玲完全接管了凤氏的生意，正式成为凤家的家主后，他就带着方瑶远离凤家的权力中心，全心全意地经营他个人的生意，不用再顶着凤家接班人的光环及压力，他反而活得更轻松一点。这么多天了，也就是他会来吵闹，我3个嫂子都不吵不闹，他们会在我爸不在时，带着孩子过来看我，安慰我，让我安心养伤，还带着孩子代替我哥哥们向我道歉，他们比我爸识趣多了。当然，也是哥哥们太伤嫂子们的心，他们进去了，嫂子们反而能松口气。自由自在时，他们偷偷的在外面养情妇，背叛了家庭及婚姻。嫂子们有了孩子，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完整的家，2个嫂子是忍气吞声，没有再闹离婚。况且孩子们还能继承到一部分的家产。离了婚的大嫂早就开始扭转孩子们对凤晴这个亲姑姑的看法。不得不说，凤晴的侄儿女们没有爸爸和爷爷在他们面前说凤晴的坏话后，他们对凤晴这个亲姑姑的态度好了很多。年纪稍大一点的侄儿女们已经学了一点法律，懂点法律了，知道他们的父亲犯了罪，凤晴这个亲姑姑不愿意原谅，是怨不得姑姑的。谁叫他们的父亲冲着弄死姑姑的想法策划那起绑架案的，被警察抓个正着，想让姑姑不追究那是不可能的。方瑶说道，听着他那样骂你，我火大呀。你别生气，跟他生气犯不着，你看看我，他在外面骂得再空，我也不受影响，好心情的吃我的苹果。他再骂几分钟时间，医生就得叫来保安把他轰走的了。我无所谓，却会影响到其他病人休息，人家的家属能愿意。果然很快就听到外面传来了郑华挣扎的叫骂声，放开我，你们这些守门狗，放开我，我要进去骂死那个不孝女。郑华连医院的保安都骂。郑华的叫骂声远去，病房外面恢复了安静。2名护士过来给凤晴换药，他们边帮凤晴换药边说道，凤小姐，你那个爸爸天天过来骂你，你也由着他，他是我爸呀，我不见他，他已经气得跳脚了，总要让他骂几句的，免得气得他吐血或者中风，那样会连累我。骂出来了，发泄了怒火，对他也好。凤小姐，你这伤口康复得不错。帮凤晴换药的护士拆了绑带，看了一下凤晴手臂上的伤口，然后让另一名护士给凤晴的伤口消毒，再换上新鲜的创伤药。凤晴看着那名面生的护士，问道，这是新来的实习生？是实习生，今天第1天上班，我带带他。凤晴笑笑，没有说话了。老护士又说道，凤小姐，你还是让人送你爸回老家好一点，天天跑过来吵吵闹闹的，也影响其他病人休息，他们都也会受到影响。有时候郑华就在他们护士站大声吵闹，又不是他们让凤晴不见他的，骂他们做什么呀？凤晴默了默后说道，等下我就让人送他回家，只是脚长在他身上，他还会回来的，那样我真管不了，总不能打断他的2条腿吧？我的伤好的差不多了吧，我可以回家休养，那样就不会影响大家了。郑华天天跑过来吵闹，的确会影响到其他人，他不能因为自己无所谓，就让他制造的噪音毒害别人。方瑶，你现在出去安排人送我爸回老家去，跟他说，他越是闹，我越不会谅解我哥哥们的行为，他们背叛是跑不了的，他真想让我哥哥们轻判，就去给我哥哥请律师呗。还有，他现在能依靠的只有我这个女儿了，他在骂的我都不想理他，要跟他断绝关系时，他晚年生活能指望谁？指望他的3个嫂子给他养老吗？不可能。在他3个哥哥进去后，还没有离婚的2个嫂子带着孩子搬到他们名下的房子去住了，也不想搭理郑华这个公公，他们怎么可能给公公养老？凤晴的侄儿女们都还是未成年人，更不可能承担起给郑华养老的责任，所以郑华要靠凤晴这个女儿养老了。凤晴不会给父亲很多钱，
不过基本的生活费用他还是会给的。上次让方瑶给父亲转了一笔钱，足够父亲这几年生活无忧的了。凤小姐，他那样对你，你还给他养老呀？护士说了句，不等凤晴回答，他又说道，不过这是没办法的事，咱们为人子女的是要赡养父母，父母养我小，我养父母老，这是传统美德。郑华没有养凤晴小，不过那不是郑华逃避责任，而是凤家的管家使坏导致的这个结果，他不养凤晴小情有可原。凤晴说道，怎么说都是我亲爸，我3个哥哥要对我下死手的时候，我爸是劝过他们的，只是他没有劝住，他错在没有提前告诉我，让我有防备之心。他以身入局这件事当然不会对外人说起来，知道真相的只有几个他信任的人，就是郑华父子几个都不知道。他们那么容易得手，一切都是凤晴的计划，他们是恨凤晴，要凤晴死，但没有凤晴的计划，他们不会成功。我回来后，我爸对我是不好，他更疼爱凤若，倒也没有怎么我。郑华是没有本事刁难凤晴，凤晴刚回来时表现得很软弱，大家都说他是一团扶不上墙的烂泥，全都被他骗了。父兄偏向着凤若，不喜欢他这个亲生的，暗地里也和凤若一起给他使绊子，明面上没有伤害过他，也是凤晴会装，让所有人都不将他放在眼里。等他站稳了脚，他的真面目暴露出来。郑华父子4人已经没有能力再伤害到凤晴，他们最偏爱的凤若也一点点失去了凤月的欢心，最后被赶出凤家，凤月与他断绝了母女关系。我妈留下来的遗嘱也不用我给我爸养老，不过我还是要尽到儿女的责任，给他养老送终的。2名护士便夸赞凤晴大度，真千金就是度量大，比假千金好多了。假千金凤若以前在江城的名声如何，普通人多少都听说过，如今那个曾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凤家接班人，坟头草都有1米高了吧。等2名护士帮凤晴换了药离开后，方瑶又叮嘱了凤晴2句，才跟着离开了病房。郑华虽然被医院的保安请出了住院部，但他没有离开，就在医院的门口，跟来来往往的人诉说自己的女儿心狠手辣，跟哥哥们闹矛盾了，报警抓了自己的哥哥。老父亲一把年纪了，过来替哥哥们说情，他也不见父亲，还让医院的保安将他赶出来。你们见过那般冷血无情的女儿吗？我反正没有见过，我是第一次见，倒霉的是，第一次见到这般冷血无情的女儿，居然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她太狠了，对我这个爸也不好。我老伴走后，女儿对我这个爸就越来越不好，也不给我养老，将我赶回乡下去，让我一个老头子孤零零的在老家生活。有时候生活费断了，我就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。郑华不管别人听不听他唠叨，反正他是见人走过就要说凤晴的坏话。别人看着他一身名牌，左手戴着劳力士手表，手指上戴着好几个金戒指，就连鞋上穿的那双皮鞋都是牌子货，是多少年轻人都舍不得买来穿的，怎么看都不像是没有生活费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人。医院的保安忍不住走过来，对路人说道，这个老头子是在知毁他的女儿，事实上是他的儿子绑架他女儿，想将他女儿碎尸万段，再抛入大海里喂鱼。他女儿被警察救回来，他的儿子们落了网，他无视女儿受伤住院，差点丢掉小命，天天跑到医院来吵闹，要求女儿出谅解书，让他的儿子可以轻判，典型的重男轻女呀。据说他女儿不久前才让人给他送去了笔养老钱。吃瓜群众，这样的亲爸才是最坏的那个。大家反过来指责郑华了，郑华恼羞成怒，骂医院的保安，关你们什么事？要你们多嘴，不过是守门狗，那么多嘴干嘛？多管闲事。看吧，他恼羞成怒了。医院的保安早就恼了郑华，天天跑去住院部闹，要他们费劲的跑上楼去将他架下来，还一路骂他们，说他们弄痛他了，
要告他们呢？一看就知道平时是个蛮不讲理的老头子。只要知道郑华的身份，大家就知道郑华不是什么好东西了。过去郑华胆小如鼠，那是因为他被妻子压着，他是上门女婿呢。凤家主活着时，郑华只能围着老婆打转，在凤家大宅里是最没有地位的那个。最出名的也就是在外面偷吃，被凤家主抓个正着。之后郑华就在大众面前消失了一段时间，听说是被妻子揍了，在家里养伤，不敢出门。没想到还是重男轻女。要知道在凤家大宅里，女儿才是接班人的，郑华竟然重男轻女。也是，他的亲生女儿又不是在身边长大的，没有感情，他偏爱儿子也很正常。儿子才跟他姓吗？女儿是姓凤的，不跟他姓。你们是收了凤情多少好处，所以帮着他来欺负我这个老头子。郑华不甘示弱地反驳着保安。保安冷笑的道：老头子，你3个儿子做出残害手足的事，传遍了整个江城，你的一举一动也被大家看在眼里，只要眼睛不瞎的人都能看出来。凤小姐有你这样的亲爸，她真是倒了8辈子的倒霉。郑华生气地道：那是凤情故意害我儿子的，他故意激怒他哥哥，逼着他哥哥对他动手，好有证据将他哥哥送进去。我儿子是太单纯了，中了他的计，否则那个姓方的出差到外地去，怎么赶回来的那么快？肯定是凤情策划的阴谋，我儿子中计了。不得不说，郑华想象力还是丰富的，竟然让他猜的8、9不离10。但又如何？他儿子犯罪就是犯罪，不管他怎么闹，怎么折腾，等待儿子的都是法律的惩罚。要怪就怪儿子们不听他的劝，不肯离开江城市中心，回到老家生活。若是听他的，抛售他们拥有的一切，然后回到老家过日子，不知道多幸福美满呢。还要怪一下他那个强势了一辈子的老妻，干嘛要修改遗嘱呀？不修改遗嘱，按照第1次的遗嘱去分家产，兄妹4人说不定不会反目成仇。凤月害死他的3个儿子，郑华在心里骂着老妻，真恨不得去挖了凤月的坟，将凤月的骨灰拿出来撒了。郑华是恨极了老妻的，哪怕凤月已经死了，他也恨极，特别恨凤月在临死前都想拉他垫背，不想让他活着。凤月，可惜那一枪失手了，没有打死你个老头子，现在果真带给我女儿那么多的麻烦。在郑华和保安吵架时，方瑶出来了，见到方瑶现身，郑华骂得更是起劲，骂凤情骂得很难听，什么话最难听最毒他就骂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在骂仇家呢。方瑶板着脸走到郑华的跟前，郑华被他的阴狠吓到，暂时停止了骂人，但又摆出一副不怕死的样子，高昂着头，警惕地瞪着方瑶。你想做什么？方瑶冷冷地道：郑先生，你儿子入狱，孙儿女还没有成年，儿媳妇不管你，以后是谁养你老？我家大小姐不久前才让我给你送去一笔养老钱。郑华脸色变了，骂道：想拿养老来要挟我？我才不怕呢，我有的是钱，不愁没有钱过日子。骂是这样骂的，郑华的气焰没有之前那么嚣张了，声音都小了很多。郑先生，我劝你还是回去接受现实吧，真惹毛我家大小姐，你3个儿子会被判得更重。郑华张张嘴想反驳，话到嘴边都咽了回去。他心里清楚，3个儿子都是处于劣势，而3个儿媳妇，老大是离了婚的，老二和老三家都没有什么反应，反而火速的搬家。他去找他们要钱，给儿子们请律师，他们从一开始还会见一面，到后面都不想见他了，还说他的儿子犯了罪就该受到惩罚，更是骂他的儿子们做事都不顾后果，不为孩子们想一想，让他们的孩子有一个坐牢的爸爸，以后想考公那是不可能的了。虽然他们这种家庭一般也不会考公，自己不想考和不能考有区别的呀。
郑华知道儿媳妇是记恨儿子们出轨的事，当初儿媳妇们不是原谅他的儿子了吗？平时夫妻之间还是甜甜蜜蜜、恩恩爱爱的呀。一出事了，儿媳妇们就袖手旁观了，谁都不肯出钱请律师。孙子们还小，不懂事，虽说能继承到奶奶分给他们的财产，现在还没有成年是不能动的，由他们的母亲打理着，属于有钱也拿不出钱来。郑华心里恨得牙痒痒的，指望不了儿媳妇及孙辈。若是儿子被重判，在里面待上10年8年的，他那点养老钱还真是不够花。郑华不想死，他还想活上10几20年的，最好就能长命100岁。养老的事的确要考虑。冷静下来的郑华一细想，发觉自己能依靠的竟然只有他最讨厌的亲生女儿凤晴了。凤晴最有钱，他随便给一点也够他过得很潇洒了。只是凤晴不会给他太多的钱，他只会按照老家当地的人均生活水平，每个月支付他几千块钱的生活费，一次性给1年的话也就几万块钱，心情好的话可能会多过一点。郑华脸色渐渐变得苍白，他那嚣张叫骂的气焰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他就如同霜打的茄子蔫了。郑先生还是回去好好的养老吧，你在这里叫骂颠倒黑白，是无法让你的儿子们无罪释放的。若是你不甘心，可以花钱给他们请律师为他们辩护，你能做的也就是这个了。当然，你要是愿意代替你的儿子们向我家大小姐道歉，也是可以的。郑华哆嗦着说不出话来，良久，他转身垂头丧气地走了，回他老家去。为3个儿子折腾了一段时间，已经是全了父子一场之情，但他真的无能为力。奶奶，我会的。海童也就是随口应着，虽说战奶奶对他很好，但战印是亲孙儿，他不过是孙媳妇，夫妻俩真闹矛盾了，战家会偏帮他。海童是不相信的，就像他姐姐的公婆一样，婚前他们对姐姐特别好，好的让他们的亲生女儿都嫉妒了，婚后就换了一副嘴脸。每次姐姐夫妻俩闹矛盾，她的婆婆都是指责姐姐当妻子当得不好，所以啊，人家的儿子始终是亲的，媳妇始终是外人。你要上班了吧？那奶奶不打扰你了。晚上我叫阿印去接你回家一起吃饭。奶奶，我晚上很晚才会关店门，可能不是很方便回去吃饭。周末行吗？周末学校放假，他们这些书店是靠着学校吃饭的。学校放假，他们生意清淡，甚至可以不开门，他才有时间。也行。战奶奶很体贴地道，那周末再说，你先忙。他老人家主动结束了通话。海童却不是马上去店里，而是先发信息给好友沈小军，他会在中午学生放学之前赶回店里，办完了人生大事，他总得回去跟姐姐说一声，然后搬离姐姐的家。10几分钟后，海童回到了姐姐的家里，姐夫已经上班去了，姐姐在阳台上晾晒衣服，见他回来，关心地问：彤彤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今天不开店吗？我中午再过去，中午忙。洋洋还没有醒。周洋是海童的外甥，现在刚2岁，正是调皮的年纪。还没，他要是醒了，家里也不能这般安静。海童去帮姐姐一起晒衣服，问起昨晚的事。彤彤，你姐夫不是要赶你走，他就是压力太大了，我又没有收入。海玲替丈夫解释。海童不说话，姐夫就是变相的赶他走。他姐夫在一家公司当经理，收入高。姐姐与他是大学同学，本来也是同一家公司上班的，后来结了婚。婚后，姐夫深情款款地对姐姐说：以后我养你，你在家里休息，备胎。姐姐觉得嫁对了人，还真的辞职回家当家庭主妇。婚后1年便生了个大胖小子，带娃照顾家庭，让姐姐忙得再也没有时间打扮，也没有好好的保养身材，
更没有办法脱身重回职场。一晃3年，他的姐姐已经从那个年轻漂亮的美女变成了身材肥胖、穿衣随便、不爱打扮的家庭妇女。已经失去收入的姐姐，因为她被姐夫提出要求 AA 制，那是逼着姐姐重回职场。但家里的大小事情还得姐姐操心。海童跟姐姐相差了5岁，在她10岁的时候，父母出了车祸，双双离世。自始，她便与姐姐相依为命。父母车祸后的赔偿款本来够姐妹俩完成学业的，但是被爷爷奶奶要了一部分，外公外婆也要了一部分。余下的那点钱，姐妹俩省吃俭用才熬到大学毕业。因为老家的房子被爷爷奶奶霸占着，海童就一直和姐姐在外面租房住，直到姐姐嫁人，姐妹俩才结束了租房住的日子。海童的姐姐非常疼爱她，婚前就跟姐夫说好了，婚后要与他同住。姐夫答应得很爽快，现在却开始嫌弃她住在这里了。姐，对不起，是我拖累你了。不是，彤彤，你别这样想，爸妈走得早，姐就是你的依靠。海童一阵感动，小时候姐姐是他的依靠，现在他想成为姐姐的依靠。他沉默了片刻后，便掏出了结婚证，把结婚证递给姐姐，说道：姐，我嫁人了。刚领的结婚证，回来跟你说一声，我等会儿就收拾一下搬出去。你嫁人了？海玲的声音揪得拔高了几十分贝，用尖叫都不为过。她不敢置信地看着妹妹，同时迅速地抢过了结婚证。翻开来看，还真是妹妹和一名陌生男人的结婚照。海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连男朋友都没有吗？结婚证上的男人长得很好看，但那双眼睛透露出来的都是锐利，神情过于冰冷，一看就不是好相处的人。海童在回来的路上就想好了说辞，当下便说道：姐，我早就谈了男朋友，他叫战印，只是他工作太忙，一直抽不出时间跟我回来见见姐姐。他向我求婚，我答应了他，然后我们就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。姐，他是个很优秀的男人，对我也很好的，你放心，我婚后也一定会幸福的。海玲还是不能接受，从没听妹妹说有男朋友，现在却说嫁人了。想到昨晚夫妻俩吵架的事，妹妹是听了去的。海玲顿时难受得红了眼睛，对妹妹说道：彤彤，姐有跟你姐夫说你给了伙食费的，你可以放心的住下去，不必着急的嫁人，着急的搬出去。她敢说妹妹的男友认识时间不会很长，否则妹妹早就告诉她了。今天突然就领证结婚，是因为她丈夫嫌弃妹妹在这里住的时间太长了，妹妹为了不让她的婚姻亮红灯，才会着急的嫁出去。海童笑着安慰姐姐：姐，真的与你无关，我和战印感情很好，我真的会幸福的。姐，你应该替我感到高兴才对。海玲却哭得稀里巴拉的。海童无奈地拥住了姐姐，等姐姐哭完了，平复了情绪，她向姐姐承诺：姐，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。战印的房子买在明苑花园，离你这里也不算远，我骑电瓶车也就10分钟的路程。他家里是什么情况？木已成舟，海玲也只能接受问起妹夫的家庭情况。海童对战家其实不了解，虽说他和战奶奶认识了3个月，平时他并不过问战家的事。战奶奶跟他说的时候，他就听着，只知道战印在家中排行老大，底下还有一溜的弟弟。战印在管城数1数2的大集团上班，有车有房，想来家庭条件也不会太差。海童便把自己知道的告诉了姐姐。听说妹夫全款买的房，海玲说道：那是他的婚前财产。彤彤，能叫他在房产证上加你的名字吗？房产证上加了妹妹的名字，好歹有个保障。姐，你都说了，那是他的婚前财产，我是没有出到1分钱的。叫他在房产证上加我的名字，说不过去，这事不用提。一领证，战印就给了家里的钥匙，他可以马上搬进去住，解决了住房问题，已经很好了。
他不会向战印提出在房产证上加他的名的。他要是主动往房产证上加他的名，他也不会推拒。既是夫妻，就打定主意过一辈子的。海玲也就是那样说一嘴，知道妹妹是自强的又不贪财之人，便没有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结。经过姐姐的好一番盘问后，海童才成功的从姐姐家里搬出来。姐姐还想送他去明苑花园的，恰好外甥周阳醒了。小家伙一醒来就哭着找妈妈，姐，你先照顾洋洋，我东西又不多，自己过去就行。海玲还要喂儿子，喂完儿子又要准备午餐了。丈夫中午下班回来，要是饭菜没有烧好，会骂他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做，却连顿饭都烧不好，只能说道：那你路上小心点，中午过来吃饭吗？叫上妹夫，姐，我中午要回店里，不过来了，你妹夫工作很忙，他说他下午要出差，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带他过来见姐姐。海童撒了个谎，他对战印完全不了解，但听战奶奶说过他非常忙，天天都是早出晚归的，有时候还要出差，一出差就是10天半月的，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有空，不敢向姐姐许下承诺，免得失信了。今天刚领证就要出差。海玲觉得妹夫都不体贴妹妹，我们只是领了证，还没有办婚礼，他要出差就出差吧，多赚点钱，以后花钱的地方多了去。姐，我先走，你快喂洋洋吧。海童向姐姐和外甥挥了挥手说再见，便拖着他的行李箱下楼。明苑花园他还是知道的，就是没有进去过。他叫了一辆计程车，直奔明苑花园。到了之后，他才记起忘记问战印他家在几楼了，忙掏出手机想打电话给战印，又不知道他的手机号码。好在相互加了微信，他便打了语音电话给他。战印正在开会，整个会议室的人都把手机调成了静音。他开会期间是不允许大家接私人电话的。他也把手机调成了静音，不过他手机放在桌面上。海童打来的语音电话，他很快就看到了。夫妻俩相互加好友的时候，战印并没有备注姓名。海童的微信名是深海里的美人鱼，他一看是个不认识的，想都不想，拿起手机便直接摁断了海童的语音电话，随即还把海童从微信好友上删除了。海童不知道他这一连串的操作，他见战印不接他的语音电话，便改为发信息。他问战先生，我现在明苑花园了，但不知道你家在几楼。打完了字再点发送，才发现他竟然与战印不是好友了。他看着手机发愣，怎么不是好友了呢？在民政局门口，明明我们都交换了微信了的，难道我加错了？海童自言自语，努力回想自己有没有加错微信，确定自己当时是没有加错人的。现在两人不是好友，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战印把他删了。他是不是忘记他们刚结婚的事？说实话的，海童要不是从姐姐家里搬出来了，过2天他也能忘记自己有个叫战印的老公。海童改为打电话给战奶奶，等战奶奶接电话了。他说，奶奶，我从我姐姐家里搬出来了，现在在明苑花园了，但我不知道战先生，就是我和战印的小家在几楼，奶奶你知道吗？海童，你别急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阿印，因为他老人家也不知道。战印为了考察海童，让海童知道的房子和车子都是新买的，他也是在2个孩子领证后才知道大孙子在明苑花园买了一套房。战奶奶说完就挂了电话，转而打电话给战印，却说战印一番操作，把新婚妻子的微信删了后，又把手机放回了桌面上，继续开会。结果不到3分钟，手机屏幕又亮了，看到是奶奶的来电，他只得接听。奶奶，我在开会。战印低沉地道，有事可以等我回家再说。阿印，你新买的那套房在明苑花园几号楼？第几层？海童搬过去了，但不知道在几楼。你不是加了他的微信吗？赶紧告诉他。战印剑眉一挑，哦，他记起来了。
他今天结婚了，娶了一个素未谋面却深得奶奶喜欢的女孩子为妻，好像就是叫海彤吧，而他刚刚把他老婆的微信删了。奶奶，你告诉他就在 B 栋8楼808便是。也行，奶奶告诉他，你继续忙你的。老太太行动上就是个风风火火的人，问到了答案就挂了电话，转而把结果告诉了海彤。战印看着手机沉默了一下后，还是重新的向海彤发出了加好友的请求。海彤倒是不计较他刚才删了他的行为，答应了他加好友的请求。对不起，我刚才忘记你是谁了。战印发了一条信息给海彤，向他道歉。海彤是救过战奶奶的，当初向海彤道谢的是战奶奶的儿子儿媳们。孙子们去医院看望老人家时，海彤都不在，故而战印这种大忙人真的记不住海彤是何许人。哪怕奶奶经常在他面前提起海彤，他也没有听进耳里去，更不放在心上，就记不住海彤的名字。海彤回复他，没事，你忙，我搬东西上楼。需要帮忙吗？我就一个行李箱，自己可以搬上楼去。况且真要帮忙，你能回来帮我搬？战印老实的答道，不能，他忙得很，哪有空回去帮他搬家。海彤回给他一个笑哭的表情，便沉寂了，没有再打扰他工作。战印也不再发信息过去，两个人都不了解彼此，没什么好聊的。战印只希望这个老婆能够听话点，不要老是有点小事情就麻烦到他这里来，他可没那么多时间搭理他。重新把手机放回桌面上，战印一抬头，发现所有人都看着他，